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横跨海峡的爱情故事，这个故事啊，绝对精彩，让我们看看两岸年轻人如何克服文化差异，走到一起。哎呀，怎么又是台湾的客户啊？江苏姑娘陈美琪坐在苏州某外贸公司的办公室里，看着刚分配给自己的新订单，忍不住抱怨了一句：美琪，这次客户挺大的，你可别耍小性子。主管路过他的办公桌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，听说对方采购经理亲自过来洽谈，你好好表现。作为公司最年轻的业务员，陈美琪虽然才25岁，却已经工作3年了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就进入这家外贸公司，凭借着流利的英语和极强的业务能力，很快在公司站稳了脚跟。只是对于台湾客户，他总有些莫名的抵触。台湾客户讲价太厉害了，还喜欢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词，搞得沟通特别费劲。美琪对坐在对面的同事小王抱怨道，人家也是中国人啊，就是说话有点不一样而已，习惯就好啦。小王打趣道，没想到这次的台湾客户却彻底改变了美琪的人生轨迹。采购会议那天，美琪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穿上了职业套装，化了精致的妆容。当她推开会议室的门，看到坐在那里的台湾客户时，她愣住了。那是一个看起来30岁左右的男子，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，却散发着一种儒雅的气质。你好，我是林志豪，台北松动科技的采购总监。对方站起来，伸出手，露出温和的笑容。你好，我是陈美琪，负责这次的业务对接。美琪握了握他的手，心里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。接下来的洽谈过程出人意料的顺利。林志豪虽然态度坚定，但并不像美琪想象中那样斤斤计较。相反，他的专业素养和谈吐风度让美琪印象深刻。陈小姐，你的方案很全面，考虑得非常周到。会议结束后，林志豪真诚地称赞道，林总监过奖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美琪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，不用叫我总监啦，叫我志豪就好。对了，我还要在苏州待几天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做个向导，我很想体验一下苏州的文化。林志豪的提议让美琪有些意外，按照公司惯例，接待客户确实是业务员的职责之一。美琪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了。哇，这个园林真的太美了，跟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林志豪站在拙政园的一角，拿着相机不停地拍照，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兴奋。美琪看着他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你们台湾没有这样的园林吗？台湾有一些仿古建筑，但是像这样完整保存几百年的古典园林，确实很少见。林志豪放下相机，认真地说道，大陆的文化底蕴真的很深厚。美琪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心里有些触动。之前他对台湾人的印象还停留在电视剧和网络上那些刻板的描述中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美琪带着林志豪游览了苏州的各个景点，品尝了地道的苏帮菜。他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家乡的风景到各自的兴趣爱好。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最喜欢看大陆的武侠小说。一天晚上，他们坐在平江路的一家茶馆里，林志豪突然说道，金庸、古龙的书我几乎都看过。真的吗？我也超爱看的。美琪惊喜地说道，我最喜欢笑傲江湖了。我也是。林志豪眼睛一亮，令狐冲和任盈盈的爱情故事简直太经典了。就这样，两人聊着聊着，发现彼此有着许多共同点。尽管来自不同的地方，说着略有不同的语言，但那种心灵相通的感觉让美琪感到前所未有的舒适。林志豪离开苏州前的晚上，两人在金鸡湖畔散步，夜色下的湖面波光粼粼，远处的摩天大楼灯火辉煌。美琪这几天真的很开心。林志豪突然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他。我也是。美琪低下头，心跳加速。我可能要经常来苏州了。林志豪微笑着说，不只是为了业务，还有你。美琪抬起头，看到他眼中的真诚，忍不住红了脸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了跨越海峡的恋情。什么？你交了个台湾男朋友？美琪的妈妈陈阿姨听到这个消息，差点把手中的菜刀掉到地上。是啊，他人很好的，工作也稳定。美琪小心翼翼地回答。那不行，陈阿姨斩钉截铁地说，台湾那么远，万一他骗你怎么办？
再说了，你们俩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文化差异那么大，以后生活肯定不和谐。美琪的爸爸也持反对意见，我听说很多台湾男人都喜欢玩暧昧，不靠谱。而且万一他只是玩玩你的感情，你不是白白被骗了？面对父母的强烈反对，美琪很是苦恼。他试图解释林志豪的为人，但父母就是不肯相信。另一边，林志豪在台北也面临着家人的质疑。阿豪，大陆女孩子会不会只看重你的钱啊？林妈妈担忧地问道。妈，美琪不是那种人，她很独立，也很上进，自己在苏州有稳定的工作。林志豪耐心地解释。可是两岸差异那么大，她能适应台湾的生活吗？林爸爸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。我看新闻上说，现在很多大陆女孩嫁到台湾后都不适应，最后闹得家庭不和。林志豪叹了口气，爸，那只是个别现象，不能以偏概全。美琪很聪明，也很包容，我相信她能适应的。尽管家人反对，但两人并没有放弃彼此。他们通过视频通话、社交媒体保持联系。林志豪也经常借出差的机会飞到苏州见美琪。美琪，不要担心，我会让你的父母看到我的诚意。林志豪总是这样安慰他。为了证明自己的心意，林志豪特意带着礼物去拜访了美琪的父母。他的礼貌、谦逊和真诚，慢慢打动了陈阿姨和陈叔叔。这孩子确实不错，比那些油嘴滑舌的大陆小伙靠谱多了。陈叔叔私下对妻子说道。陈阿姨虽然还有些顾虑，但看到女儿幸福的样子，也渐渐松口了。只要你真心对我女儿好，我们就没意见。但是要是敢骗她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林志豪郑重地点头，阿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美琪。在交往1年后，林志豪正式向美琪求婚，并邀请她去台北看看她的生活环境。美琪怀着忐忑的心情，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。哇！你们这里的机车真的好多啊！从桃园机场到台北市区的路上，美琪惊讶地看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摩托车。是啊，在台湾，机车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。林志豪解释道，难怪台湾人都骑机车，你们是不是没钱？美琪半开玩笑地问道，但话一出口，她就后悔了，担心这样的话会冒犯到志豪。林志豪却不以为意，笑着回答，不是啦，台北市区太拥挤了，停车位很少，开车反而不方便，而且机车可以钻来钻去，躲避拥堵，比汽车快多了。美琪点点头，但心里还是有些疑惑。她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宝岛、经济发达这些模糊的概念上，但具体什么样，她也说不清楚。等会儿去我家，你就知道了。林志豪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，神秘地笑了笑。出租车开进了信义区，这里高楼林立，街道整洁，完全是国际大都市的样貌。美琪看着窗外的景色，心中的疑惑更深了。我们到了。出租车停在一栋豪华公寓前，保安恭敬地向林志豪打招呼。电梯直接上到顶层，林志豪掏出钥匙，打开了家门，欢迎光临寒舍。他做了个请的手势。美琪走进去，彻底惊呆了。眼前是一套至少200平米的豪华顶层公寓，落地窗外就是台北101的绝佳视角。客厅里摆放着艺术品和名贵家具，厨房配备了全套的高端电器。这是你家？美琪结结巴巴地问道。是啊，4年前买的，位置还不错。林志豪很随意地回答，完全没有炫耀的意思。美琪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对台湾经济状况的理解有多么片面。林志豪不只是一个公司的采购总监，他还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，只是喜欢亲自处理业务，所以才会时常出差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美琪坐在沙发上，感到有些尴尬。没什么好说的啊。林志豪坐到他身边，握住他的手，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，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开心。可是我刚才说那些话，美琪羞愧地低下头。哪些话？林志豪故意问道。就是难怪台湾人都骑机车，你们是不是没钱？美琪小声重复道。林志豪哈哈大笑，这有什么啊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刻板印象，重要的是你愿意亲自来了解，而不是固执己见，这就够了。美琪看着眼前这个宽容、幽默又成熟的男人，心里的爱意更深了。此时，一个中年妇女走了出来。阿豪，这位就是你常提起的美琪吧？是的，妈，这是美琪。美琪，这是我妈妈。
林志豪介绍道。阿姨好。美琪紧张地站起来，对林妈妈鞠了一躬。林妈妈上下打量着美琪，脸上的表情逐渐柔和下来。果然是个漂亮又有礼貌的女孩子。来，坐下吧，我煮了一些茶点。这次台北之行彻底打破了美琪对台湾的刻板印象。她看到了繁华的都市，体验了丰富的文化，也感受到了林家人的温暖。志豪，我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，更了解台湾，也让你的家人更了解我。临行前，美琪对林志豪说道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林志豪欣喜若狂，我可以安排你在我公司的市场部实习，这样你也能体验一下台湾的工作环境。就这样，美琪开始了她在台北的生活，从最初的陌生到逐渐熟悉，从刻板印象到真实了解，她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她发现台湾的确是个经济发达的地方，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大陆有很多不同。这里的人更注重生活品质，工作节奏相对轻松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平等和谐。林志豪的家人也从最初的怀疑和抵触，慢慢接受了这个来自大陆的准儿媳。林妈妈甚至开始教美琪做台式料理，带她参加家族聚会。美琪，我发现你比很多台湾女孩还要懂事。有一天，林妈妈诚恳地对她说，我之前有些偏见，对不起。美琪感动得眼眶湿润。阿姨，是我应该感谢你们对我的包容和接纳。在台北的日子里，美琪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她开始在林志豪的公司实习，接触到了台湾的职场文化，与同事们相处融洽。美琪，我觉得你适应得很快耶。公司里的同事小林这样称赞她，大家都很照顾我，我当然要努力表现啦。美琪笑着回应。林志豪的公司比美琪想象中还要大。松动科技是台湾领先的电子元件供应商，在亚洲市场占有相当份额。作为创始人之一，林志豪虽然身家不菲，但为人低调，喜欢亲力亲为，这也是美琪最欣赏他的地方。有一天下班后，林志豪骑着机车载美琪去夜市品尝小吃。志豪，我以前真的不懂。美琪环抱着他的腰，在他耳边说，我还以为台湾人骑机车是因为买不起车，现在我才明白，在这里骑机车确实比开车方便多了。林志豪转头笑了笑，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表面看起来是一回事，实际原因可能完全不同。就像我们两岸的关系，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而有偏见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美琪点点头，感到一阵羞愧。夜市的人声鼎沸，各种小吃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。美琪尝了臭豆腐、大肠包、小肠、蚵仔煎等台湾特色美食，被这里的饮食文化深深吸引。这里的小吃比我想象中丰富多了，美琪惊叹道，而且价格也不贵，难怪你们这么喜欢来夜市。台湾虽小，但美食文化却很丰富。林志豪解释道，我们重视的不是吃多贵的东西，而是吃得开心，吃得健康。这样的生活理念让美琪感到既新鲜又舒适。在大陆，她常常感到社会压力巨大，大家比的是谁的车子更豪华，谁的包包更名贵，谁的房子更大。而在台北，人们似乎更在意生活的品质和内涵。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这里了。一天晚上，美琪躺在林志豪家的阳台上，看着星空，轻声说道，这里的生活节奏正好适合我。林志豪握住她的手，那就留下来吧，和我一起生活。美琪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什么？你想嫁到台湾去？电话那头，陈阿姨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妈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，志豪也对我很好，我们真的很适合彼此。美琪耐心地解释。那你以后怎么照顾我们？万一你在那边受了委屈怎么办？陈阿姨的担忧溢于言表。妈，现在交通这么方便，我可以经常回去看你们，而且志豪答应每年春节都带我回苏州过年。美琪安慰着母亲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陈阿姨叹了口气，你这孩子从小就有主见，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和你爸也不强求，但是记住，家里永远是你的避风港，有什么事就告诉我们。谢谢妈，我爱你们。美琪感动地说。挂掉电话，美琪长舒一口气。从小到大，这是她第一次做出如此重大的人生决定，而父母的支持对她来说意味着一切。而林家这边，林志豪也在努力说服自己的父母。
阿豪，你确定吗？他会不会只是看中我们家的条件？林妈妈仍有些顾虑。妈，如果美琪是那种人，她完全可以找比我更有钱的大陆富二代，没必要来台湾受苦。林志豪认真的回答。那他能适应台湾的生活习惯吗？林爸爸问道。他已经住了3个月了，适应得很好。他学做了几道台湾菜，公司同事都很喜欢他。林志豪自豪地说。林妈妈见儿子如此坚定，也不再多说什么。实际上，在这几个月的相处中，她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温柔又有主见的大陆姑娘。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，但婚礼一定要办得体面，不能让亲戚说闲话。林妈妈最后说道。谢谢妈。林志豪开心地抱住了母亲。婚礼定在了6月，一个属于爱情的季节。美琪和林志豪忙着筹备婚礼，两家人也开始为此做准备。就在婚礼前1个月，美琪突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。美琪，你爸住院了。陈阿姨哽咽的声音让美琪心头一紧。怎么回事？爸爸他怎么了？美琪急切地问道。突发心肌梗塞，现在在重症监护室，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。陈阿姨说着说着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订机票。美琪立刻决定。当晚，林志豪陪着美琪赶回了苏州。医院里，陈叔叔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插着各种管子。爸美琪握住父亲的手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现在还在昏迷中，医生告诉美琪，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，但风险很大，而且费用不管多少钱，一定要救我爸爸。美琪坚定地说。林志豪站在一旁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别担心，我来处理。他立刻联系了台北的医疗团队，安排了最好的心脏专科医生远程会诊，并承担了全部医疗费用。在他的协调下，陈叔叔得到了最好的治疗。志豪，这次多亏了你。手术成功后，陈阿姨感激地对林志豪说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林志豪谦虚地回答。陈叔叔的病情渐渐稳定，但医生建议至少3个月的康复期，这意味着原定的婚礼不得不推迟。美琪，我们可以等。林志豪安慰他，你爸爸的健康更重要。美琪感动地点点头，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。在苏州的这段时间，林志豪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关爱。他不仅照顾陈叔叔的起居，还帮助处理各种医疗和保险事宜。他的体贴和责任感彻底打消了陈家人对他的最后一丝疑虑。这孩子真的很不错。一天晚上，陈叔叔对女儿说，比起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小伙子，他踏实多了。美琪看着父亲，眼中含着泪水。爸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参加我的婚礼。放心吧，为了你的婚礼，我一定会好好配合医生。陈叔叔笑着拍了拍女儿的手。3个月后，陈叔叔的身体状况大有好转，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。婚礼重新定在了10月，一个丰收的季节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简单而温馨。美琪穿着白色婚纱，挽着父亲的手臂，缓缓走向林志豪。两家人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说着略有不同的语言，但此刻的笑容和祝福是相通的。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爱护你，尊重你，理解你。林志豪深情地注视着美琪，说出了他的誓言。我愿意成为你生命中最亲密的伴侣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无论富贵还是贫穷，我都会永远在你身边。美琪的声音虽然轻柔，但坚定有力。台下，两家的亲人都感动得落泪，特别是陈阿姨，想起当初自己的强烈反对，如今却亲眼见证女儿找到了真爱，心中充满了欣慰。婚后，美琪和林志豪在台北安家，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美琪在林志豪的公司担任市场总监，负责大陆市场的拓展。她的职业能力和两岸文化背景为公司带来了不少商机。有一天，林志豪下班回家，看到美琪正在厨房忙碌，今天做什么好吃的？他从背后抱住她。红烧狮子头，这可是我妈的拿手菜，她特意教我的。美琪笑着回答。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吃你妈做的菜。林志豪开心地说。晚饭时，林志豪一边吃一边赞叹，真好吃，比你妈做的还要好。少来，我哪有我妈做的好？美琪笑着说，心里却满是甜蜜。对了，下个月我爸妈打算来台北住一段时间，他们想念你了。美琪说道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带他们去垦丁玩。
那里的海滩超美的。林志豪兴奋地说，我爸身体恢复得不错，应该没问题。美琪点点头，两人就这样聊着天，谈着未来的计划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我是丽姐。通过美琪和林志豪的故事，我想和大家分享几点感悟。首先，文化的差异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不愿意了解和包容。美琪最初对台湾的印象是骑机车等于没钱，这种刻板印象在她亲身体验后才被打破。而林志豪家人对大陆姑娘的偏见也在相处中慢慢消失。其次，爱情需要经历考验才能更加坚固。美琪和林志豪面对家人的反对、文化的差异、突如其来的变故，都没有放弃彼此，反而在困难中更加团结。再次，沟通和理解是跨文化婚姻的基础。美琪愿意去台北体验林志豪的生活，林志豪也尊重美琪的家庭和文化背景，这种相互尊重和理解是他们婚姻幸福的关键。最后，无论来自哪里，真爱都是相通的。两岸同胞同根同源，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并不能阻挡真心相爱的人。现在，美琪和林志豪已经在台北生活了3年，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两家人经常往来互访。美琪的父母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台湾女婿，林志豪的家人也是美琪如己出。难怪台湾人都骑机车，你们是不是没钱？这句话已经成为两人之间的玩笑。每当想起这句话，他们都会开怀大笑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当我们放下偏见，敞开心扉，幸福就会不期而至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